女人的泪水终于唤醒了黑化的受缚。别哭，妻主若是不愿意，龟雪绝不会伤害你。星河突然明白了，之前的话不够明确，让他产生了误解。我没有不愿意，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现在异能已经4级了，可以更好的帮你治疗身体，想等你身体好了再结妻。谢龟雪黑化的神色有了一丝挣扎，对不起，让妻主为难了。我也很爱妻主。说罢便极尽缠绵的低头吻了下去。星河感受到了他的浓烈情意，不过还是趁机将木系异能运转起来。很快谢龟雪就恢复了平日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没压制住心底黑暗的他，是不是吓着妻主了？宿主冰雪灵兽至纯至性，黑化的时候依靠本能行事，但醒来后又会自责不已。说白了就是玻璃心，不仅容易内耗，还会因此伤身，所以他身体一直不好。听到系统的解释，星河赶忙安慰起来。我知道的，不过不许再说自责的话了，也是我之前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。无论你什么样子都不会吓着我。两人终于明确了彼此的心意。随后星河便开始为他治疗伤势。谢龟雪的神魂颤动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渴望着什么。神魂的触碰往往比现实更为敏锐，好想抱住妻主，可刚刚已经很不对了，不能在这个时候再去抱她了。突然门外打斗声传来，星河赶紧收回异能。你先歇息一下，我出去看看。刚刚走出房门，就见到一个红衣鬼美的男子正在与温南希他们打斗。妻主就任由他们如此拦着我吗？你是沈慈安？星河的脸色变得凝重无比。沈慈安看似天生含情，实则最是冰冷无情。他的眼眸盯着星河，带着一丝玩味，却邪气横生。怎么，妻主连自己的受缚都不认得了？看着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，星河感觉到浑身不自在。他看不清对方的实力，只觉得有股诡异的压迫感。温南希察觉到了他的情绪，瞬间挡在了星河前面。妻主别怕，我在。此时沈慈安周旋在几人中间，倒是显得有些游刃有余。妻主就任由他们跟我动手吗？要是动了真阁下到了妻主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星河猜测他的实力在他们之上，赶忙大声的让众人停手。看着4人都停手了，沈慈安却是邪气一笑。妻主不但容貌恢复了，也会调教受缚了呢，倒是颇有些手段啊。星河刻意躲开了那双迷惑心智的眼眸，随后拿出了早就写好的放符书。我知道你不想做我的受缚，放符书给你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。接过放符书的那一刻，他的笑容收敛了起来。只见他手指一动，放符书瞬间变为碎屑，紧接着他身影诡异，瞬间将星河揽入怀中。他身上的米粒气息仿佛禁锢一样，让星河完全无法动用异能，呼吸之间让人身体发软。妻主怕是忘了当年是如何逼我成为你的受缚了吗？随后他撩起了星河的发丝，轻嗅起来，果然气息都不一样了呢。飘渺阴冷的气息缠绕在他的颈侧，星河似是想起了从前，为了得到沈慈安，前身用尽手段让他取消已有的婚约，甚至将他未婚妻一家全部陷害流放，真是要疯了。前身都是做了什么？造孽啊，简直是！不过这也引起了星河的猜测，女皇曾经偏爱苏家，如今年迈重病导致政权不稳，后来才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。沈慈安的声音再次拉回了思绪，怎么妻主想要的时候就要，现在腻了就想要甩了我吗？星河倏然的瞪大了眼睛，什么叫要？我们之间可没有实质关系。那就是我的错了，妻主是怪我没把一切都给你吗？沈慈安的神色越发玩味起来。星河哪里见过这样的，本以为给了放符书就万事大吉呢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还有红纱，恢复自由后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妻主可是赶走了我的未婚妻，总要补偿我的是不是？妻主知道我的本体是什么，我可不能恢复自由身，要是没了妻主会活不下去的。星河知道他的本体是血族兽人，能力高深且拥有魅惑的能力，流放路上的杀手遇到了他，都会被诡异的手法全部灭杀。看样子妻主是想起来了，所以要不要？完了，被定住了，根本动不了。他不会是要吸我的血吧？沈慈安，你若敢动妻主一下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花岭叶愤怒的全身仿佛都在燃烧，这才多长时间，你就如此在意妻主了？看来妻主果然不一样了呢。看看大家都在紧张你呢。沈慈安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将星河抱得更紧了一些，挑衅地看着众人。按照规则，受缚跟妻主之间做什么，其他受缚可无权干涉，所以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然而所补出的痕迹却吸引了他。雌兽结气的第一个受缚会留下这个受缚的本体印记，青竹蛇鳞片印记。呵，结气了，有意思。说到结气，他们的眼神都有些灰暗。虽然比不过温南希更早的走进妻主内心，但绝对不能晚过沈慈安。几人脸色并不好看，但顾忌着星河，也无法跟沈慈安真的起冲突。沈慈安，你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，如今突然回来挟持妻主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沈慈安慵懒随意地看着他们，这怎么叫挟持妻主？我只想跟妻主亲近一下，以慰藉我的相思之情，不行吗？说着就抱起星河往屋里走去。宿主，你这个受缚强大啊！宿主或许可以，他对我没有情面，否则你以为我为何这么安静？他应该是有别的目的，我就是想看看他要干什么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沁冷的异能冲击而来，沈慈安神色一变，一把放开星河迎击这股力量。温南希快速上前将他抱住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星河连忙摇头，随即看向院中打斗的2人，他们都很强大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但星河没有感受到沈慈安的杀意，不过还是担心谢归雪的身体。你们别打了，沈慈安，你停下来。谢归雪来到星河身边，一副担心的样子，妻主还好吗？别担心，我没事，你不要再动用异能了。沈慈安也缓缓地走了过来，我知道妻主心疼我了，所以舍不得我打架是不是？星河突然一笑，用审视眼神看着他。沈慈安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们说清楚吧。可我想妻主去房间里单独谈一谈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星河，语调都变了又变。身旁的温南希周身气息瞬间笼罩下来，让沈慈安不得不收敛了笑意。你的内伤竟然恢复了一些，看样子最近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呢。眼见周围几人的异能气势不断释放，星河神色冷漠起来。沈慈安，既然这是你想的，那你跟我回屋谈一谈吧。几人见状立刻阻止起来，谁知道沈慈安会对他做什么？放心吧，我有数，我也是妻主的受缚，难不成只允许你们霸占妻主吗？沈慈安轻飘飘的语调让在场的几人简直无法忍受，然而他又
就伸手将星河拽到了身边。七主别离我那么远，我会受不了。这话让星河尴尬的要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有多深情呢。这人简直比花凛夜还会说，但他的话里显然没有一丝真诚。刚刚进屋，沈慈安就唉声叹气，七主当初招惹了我，现在连我的房间都给了别人，我这心里痛啊！以前七主那么爱我，现在都厌烦我了吗？拜托拜托，那可是前生爱你，可不是我好不好？星河强忍住动手的冲动，我以为你不想回来了，家里房间也不够用，所以就那样安排了。沈慈安随即使用了结界屏蔽，然后压低了声音靠近星河。我生是七主的人，死是七主的死人，怎么可能不回来？哎，自古慈寿多薄情，这才几天不见，七主就厌弃我了？难道七主不想体会一下跟血兽结契的感受吗？我一定让七主弱先弱！你闭嘴！你要真想留下来，等我赚多点金币再说。这回没有房间，你先离开一阵子吧。沈慈安可不是讲规矩的人，他站起来一把揽住星河，我晚上没地方住了，要不就跟七主一个房间吧，这样也省得再建房间了。虽然沈家重女轻男，但应该没虐待过沈慈安，他与花凛夜不同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才是。一想到这些，星河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沈慈安，我知道你对我没感情，直说吧，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沈慈安带着诡异莫测的笑容，我对七主能有什么目的？就是想跟七主一直在一起，当我是什么天真的女生吗？几句甜言蜜语就想让我相信？沈家环境复杂，他估计得有800个心眼。我以前给你造成了一些伤害，你想要什么补偿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给足你补偿。而且以前你也厌恶我不是吗？沈慈安感受到了星河的不同，走到面前别有深意的看着他，我是厌恶以前的人，可不是现在的你。星河脸色一变，仿佛被看透了一样，但打死他也不能承认，于是赶忙转移话题，你不是有未婚妻吗？我给你自由，你可以去找她了。沈慈安有些不耐烦了，七主不要想将我甩给旁人，也不要想着让我离开，或许我现在跟七主结契，七主才会明白我的真心。本来确实想要休书恢复自由呢，不过现在的七主可真是宝藏啊，我怎么会舍得离开呢？星河发现他此刻神色认真，并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。不用结契，我信你就是了。只不过家里没有房间了，要不你去住山洞吧。听到这话，他不禁邪魅一笑。我回来就是要跟七主一起住的，除非七主跟我一起住山洞。说着话，又想要再次拉住星河。这次星河直接动用了4级异能，动作又快又准，带着冰冷的气息。4级异能，雌兽竟然拥有4级异能。此时星河手中放出的藤蔓朝着沈慈安攻击而去，哪怕只有4级异能，也不能按照沈慈安的节奏走。沈慈安接招的同时还在念叨：七主怎好如此狠心对我，真是心痛啊！可我舍不得对七主动手啊。但他也发现星河战斗经验十足，反应极为灵敏，七主的能力还真让人惊喜啊！看来当年的冒险是最正确的决定了。星河发现他只是接招并不反击，仿佛陪着他玩一样。沈慈安看到他不高兴的样子，却站着不动了。正好星河的招式打到了他的身上，你为何不躲？沈慈安轻咳一声，我躲了七主就不高兴了，站着不动或许会让你高兴的。星河也只好收了招式，你不要无故的动手抱我，我自然不会再动手了。然而男人不讲武德，再次将星河揽在怀里，只是不知道用了什么异能，让星河完全无法动弹。沈慈安，你这算怎么回事？我很不习惯。没关系，这会儿不习惯，多抱一抱就习惯了。现在的七主可不一样了，再不主动点怕是留不下来了。七主我心口疼得厉害，让我抱一会就好了。当年被流放我都没离开，这回到了北京我更不可能走了。星河不断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样吧，你暂时先留下来，在旁边加盖一个房间让你住。不行不行，七主知道的，我这人认房间还认床，我就要住我之前的房间。这可触碰到星河的逆鳞了，直接严肃拒绝。不行，谢归雪救过我的性命，还是我心中认定的受服。就算他哪天离开了，这个房间也不会再给别人。门口等待的几人也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，花凛夜整个人都要炸了。不行，我要进去看看。那个沈慈安行事诡异，要是伤害了七主怎么办？萧继寒周身也带着冷冽的气势，冰系异能涌动着，准备随时动手。梅清晨也紧皱眉头，靠在旁边，身上的本命剑都在嗡嗡作响。好在此刻还有冷静的人，大家冷静，别添乱。我们要尊重七主的想法和决定。他既然决定单独谈话，便说明他心中有数。而且沈慈安不会对七主做过分的事情。虽然此人看似不着调，但做事还是有分寸的。温南希看出了他的身上并无杀意，想必他是厌恶家里的婚约，反而是他算计了七主，让七主娶了他做受妇，以此来摆脱家里的控制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我想起一件事，他们血族兽人的秘法可以解除契约，但他却拒绝了，选择跟着一起流放。花凛夜更是深有体会，在沈家雄兽就是联姻工具，他要是回去还是会被利用。娘家没什么可回的话，他应该会选择留下来。狐狸的语气中多了一份自嘲，沈家主至少不会要他性命，但我的母亲是真的想要我的命。当年父亲就是对母亲动了心，以至于受到伤害也不肯离开。原来心动竟是这种感觉。梅清晨倒是有自己的见解，所以受夫这个身份对他有好处。他对妻主并无感情，所以不用担心他做什么。萧继寒看着他神色冰冷，那是你没感情才会如此冷静。就在几人争执的时候，星河和沈慈安从屋内走了出来。温南希上前温柔地为星河整理衣服，还好吗？他没伤害到你吧？梅清晨看着褶皱的衣服，仿佛受了刺激一样。妻主，他是不是强行对你做什么了？花凛夜急忙收敛了气息，柔柔弱弱地跑到星河面前。妻主，你可吓死我了，我很担心你啊。星河看着他们心中一暖，我没事，害大家为我担心了。沈慈安暂时会先留下来，不过房间不够住了，辛苦大家在旁边一起加盖个房间，晚上我给大家做好吃的。一听这话，梅清晨都要破防了。他不仅要留下来，还能吃到妻主做的食物，凭什么他一回来就享受这个待遇？花凛夜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，你当初回来对着妻主喊打喊杀的，没把你赶出去都算好的了，你还想要公平？有资格吗？梅清晨，你若是觉得不公平可以离开，若是做不到以妻主为重，就不要留在这里了。梅清晨身上的气焰一下子就没了，一副幽怨小媳妇的样子。
我不离开，刚刚算我说错话了，妻主不要生气，我一会也会去帮忙盖房。看着妻主烦躁的样子，萧继寒赶忙上前安慰起来。妻主，我刚将石磨做好了，你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？如果哪里不对，我再重新做一个。一听到石磨做好了，星河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在哪里啊？快带我去看看。在后院的地方。萧继寒很自然地拉起星河的手，妻主小心点。我扶着妻主一起过去。花岭夜斜眼看着身后的沈慈安，那副勾魂摄魄的样子让人不爽。你到底对妻主做什么了？让你留下来的同时还能给你盖房间？没做什么，就是没有房间的话，我只能跟妻主住在一起了。你们知道，我做事全凭心情，既然留下来高兴，那就留下来。随后他又看向沉默的谢归雪，你对妻主来说倒是独特，我的房间要不回来不说，妻主还说就算是你离开这里，房间依然会给你留着，就因为你救了妻主。说到这个，温南希就接过了话茬，讲述了当时的经过。若非谢公子，妻主可能都……沈慈安听后也是一脸严肃，怪不得寿皇城内想杀妻主的人太多了，以后我会留下来保护妻主。不过我很好奇，当初苏家主交代过你什么事儿，竟然让你从未想过离开？至少妻主以前的所作所为，所有人都想过离开，唯独你从未提过。刚刚还温和的男人立刻收敛了神色，这你无需知道。既然要盖房间，抓紧时间到晚上还能盖好，可不能让这小子钻了空子，到时以此为由跟妻主一个房间，那还得了？温南希都发话了，大家便开始各自分工干起活来。我去砍一些木材回来，你们实力都比我强，在家里保护好妻主。随后他就神色落寞的去了山上。梅清晨去弄石头，其他几人开始挖土打地基。这面星河也跟萧继寒来到了后院。你打的这个石磨真好啊，这样就可以给你们做豆腐吃了。只要妻主高兴就好，还需要什么季寒都可以去做。星河看着他神色动容，不过想到针灸时的样子，还有落下的针，视线不由自主的看了过去，不知道到底坏没坏啊。寿夫竟化身小狼崽，只为获得妻主的芳心。看到星河的视线，他不由得喉咙滚动了一下。妻主要为我治疗一下吗？妻主可以为我这样跟谢公子说话。谢归雪手中石块直接碎成了泥土。我的妻主，没人能智慧，倒是沈公子，你的前未婚妻就被流放在不远处呢。话音刚落，他的周身就散发出冷冽气势。沈慈安嘴角勾笑，也不甘示弱，看着俩人剑拔弩张的样子，
温南希只觉得有些头疼，好在星河及时的走了过来，大家辛苦了，刚熬好的豆浆每人1碗，都来尝一尝。哎，后院怎么这么多人了？刚刚的气氛就不太对劲，这以后可怎么是好啊？对了，你们不能打架，打架的话晚饭就不用吃了。沈慈安收敛了气息，快速的走了过去。妻主放心，我们很团结的，怎么会打架呢？说着就接过了星河手中的碗，同时还故意的勾了勾他的手指。星河嘴角抽了又抽，赶忙放下了豆浆，你们自己喝吧，趁热喝。说完就快速的离开了，他怕再留下来，沈慈安还不知道使出什么招数。花狐狸眼里带上了一丝锋芒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我还没多看几眼妻主呢，就被你吓跑了。沈慈安笑得更加妖异起来，怎么是吓的？那是妻主害羞了而已。梅清晨直接又补一刀，你一个狐狸兽人都没一个血族兽人会迷惑人，反正我也学不来他们的风格。花岭叶虽然讨厌，但沈慈安烧包的样子真是欠揍，真想打爆他的头，可惜现在打不过。被刺激的花岭叶手中的木头直接碎成了渣渣。我们狐族和血族完全不一样，狐族异能光明磊落，血族兽人才是诡异莫测。至少我不会对妻主使用幻术，那是狐族不屑于用我的方式，只要妻主喜欢，我还有更多的方式让妻主快乐。你敢？花狐狸眼中翻涌着怒火，随时都会爆发。温南希只觉头又大了一圈，你们确定要打架吗？别忘了妻主说的话，还有你沈慈安，就算房间没建好，你也别想得逞，所以别想着拖延时间。温南希的话让他们冷静了下来，继续干起了手里的活。星河快速的往灶屋跑去，却不想一下撞进了萧继寒的怀里，撞得他鼻子都有些发酸，太硬了，不知道鼻子有没有流血。星河不住的揉着鼻子，以后可如何是好？怎么能受不了呢？星河不明白他这莫名其妙的话，以后小心一点就好了。不用小心，以后我会注意一些，会温柔的。萧继寒轻柔的为他擦着鼻子，手中异能悄悄释放，姨鼻子不酸了。你刚刚动用异能了，寒症还没好，你还是要少用异能。萧继寒唇角翘了翘，这才拉着他的手去了后院，将纱布打开后，露出了整整齐齐的豆腐。星河拿刀轻轻切了一块，递到萧继寒的面前，你尝一尝，看看口感怎么样。看着他手中的那块豆腐，萧继寒没有接过来，而是直接低头尝了一口，很香很软。星河快速的缩回了手，轻轻的甩了甩，似乎要将那股感觉甩掉。晚上可以多做一些菜了，现在人多了，要多做一些食物才好。妻主真的要留下沈慈安吗？对于这个决定，萧继寒有些不解，只是暂时的。这个沈慈安行事全凭心情，或许他自己会主动离开的。沈家情况比较复杂，他是被家族利用来攀附高枝的，所以他可能不会离开。星河似乎明白了症结所在，若是我能帮他解决沈家的事情，他应该就会愿意离开了吧。对他来说，沈慈安行事诡异，很不稳定，最好尽早解决问题，让他离开。看到妻主对沈慈安没有感觉，萧继寒才算放心下来。随后二人便开始做起了晚饭。此时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，正当云管家准备敲门的时候，云青兰却阻止了下来。云叔且慢，我亲自敲门方显诚意。云管家满脸笑意地看着自家公子，要不是老爷催促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苏姑娘呢。自家公子就不能主动一些？听到敲门声，萧继寒起身擦了擦手，妻主我去开门。当院门打开的那一刻，萧继寒一下涌上了危机感。云公子，萧公子安好。青兰贸然前来，打扰了。云管家站在旁边真是着急，公子这么讲究礼节，这样怎么能争得过这些人呢？萧公子见谅，为了不给苏小姐添麻烦，我们只好带着公子过来治疗。多亏苏小姐的医术，让公子的身体好了起来。云管家说的的确在理，但哪有雄兽会主动去对方家里的？这老头没说实话啊。云公子稍等，我先跟妻主说一声。随后转身向院里喊了一声，妻主，是云公子来了。正在建房的几人手上动作都是一顿，梅清晨没控制好力度，刚贴好的石头直接裂开缝隙。你又捣什么乱？这眼看都要建好了，又得重做。梅老板感觉有些烦躁，干活还干什么活？这一个个的都冒出来干什么？是不是还要建一个给鱼？温南希直接用异能堵住了他的嘴，你不要口无遮拦，有些话是会败坏别人名声的，知道吗？云霄成云家公子吗？想不到啊，这小小院落里都是世家公子啊，看样子我更不能离开了，否则连加盖的房间都没有了。沈慈安阴阳怪气的说着，然而神色却并没有认真。先干活吧，别等晚饭做好了，妻主还有等着我们。温南希总能安抚住大家的情绪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节气后他心中的感情完全不受控制。当星河走出来的那一刻，素净简单的装扮却难掩他的气质。云青兰神色微妙的变化着，看来公子并不是无动于衷啊。星河姑娘那蓬勃的生机实在是感染人，竟让公子愿意去看看这美好的世界。星河发现云青兰换上了蓝色锦袍，看样子是不怕冷了。云公子你来了，苏小姐许久未见。青兰贸然前来打扰，给苏小姐添麻烦了。星河想到拿了人家的枕巾，自然要尽心尽力才是。这些时日比较忙，没有及时为公子治疗，若公子不嫌弃，先进屋让我为公子治疗一番。云青兰脚步一顿，保持着一定距离，生怕自己的行为会冒犯星河。星河看着几个房间有些犹豫，又不好随便进寿夫的房间。萧继寒看出了他的为难，轻声上前，妻主还是带云公子去我房间吧。星河点点头，不再多说，随后便带着云青兰去了萧继寒的房间。星河伸手为他把脉，神色渐渐舒缓开来。云公子身体好多了，半年后定会康复，我先给公子治疗一下，之后再为你调整药方。一听需要治疗，云青兰犹豫了一下，随后就将手放在了衣袋上。星河反应过来，赶忙阻止，别，我异能
能升级了，这次不用针灸也可以了。真是在慢半拍，他就要跟萧季寒一样了。青兰的身体多亏了姑娘治疗，无论需要什么方式，青兰都会配合。星河连忙摆手拒绝了，这次不用针灸了，下次再用吧。自己的寿夫还好说，要是给云公子扎坏了，银针不小心掉了，那可真是说不清了。若是我清醒着让姑娘觉得为难，我可以像上次一样昏迷过去。星河没想到被他看透了心思，不过他担心若是云青兰脱了衣服，只怕门外那几个会暴躁的打起来。紧接着星河开始注入木系异能，磅礴的气息瞬间涌入云青兰的体内。宿主你是对的，通过自己修炼得到的异能，在使用的时候就不会降级，若是通过外在方式提升的，用起来就会被消耗掉。现在我明白为何宿主习惯靠自己了，那是当然，靠自己总会更有安全感。现在这样真好，宿主再也不用忍受淬炼的痛苦了，要不统统都会特别心疼。系统软萌的语调把星河给逗笑了。你知道沈慈安怎么回事吗？为什么他非要留下来？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或隐瞒？宿主放心，沈慈安对你没有杀意，否则流放路上也不会拼命保护你的。所以我现在没有赶他离开，但他为何能将我定住？是用了什么秘术吗？宿主他之所以留下，是因为他有瞳术，或许通过读心术知道了宿主不是前身，而且还用那媚术定住了你。那有什么办法能够破解吗？这太可怕了，我心里想的他都会知道，难怪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。宿主放心吧，他也不能一直施展能力，只要你不看他的眼睛就可以了。等我再升级，就能帮宿主屏蔽读心术了。不过他实力强大，也能更好的保护宿主啊。反正只要宿主安全就行。那个沈慈安留下来干活也不错。跟系统沟通完后，注入的异能也差不多了。正当星河收回异能时，云青兰惯性使然的往后倒了下去，恰巧倒在了星河的怀里。云公子，星河本能的接住了他，却被刚进屋的两人撞了个正着。然而看着花凛夜的眼神，星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完了，这回彻底解释不清了，误会了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梅清晨顿时原地爆炸。妻主为什么总喜欢病歪歪的？花凛夜眼疾手快的捂住了他。你可闭嘴吧，难不成想给妻主找麻烦吗？我相信事情不是那样的。虽然心里有些酸涩，但凡事要以妻主为重，这个道理他懂。星河有些诧异的看着花凛夜，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，不得不说的确深得我心。若是梅清晨乱说，还真有些麻烦呢。梅清晨，你从小被宠爱着长大，有些话不可以随意说出来，否则会败坏别人的名声。梅清晨有些神色复杂，我之前有些话是不是给妻主造成了伤害？星河看着他也是无奈，云家是英雄之家，他的母亲怀有身孕，还在为北境而战，因此受伤才会导致早产，所以我敬重云家，你说话前也要过脑子。梅清晨哪里懂得这些，这番话让他意识到乱说还会闯祸。星河知道他说话不经大脑，语气也柔和了起来。你其实可以回京城去过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你与他们不同，梅家家世显赫，还会极力宠着你的。别的事情他虽不懂，但这话他可听得明白。妻主不要赶我走，我刚刚一着急救，我会改的。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星河觉得头大。我不是赶你走，我是觉得你不是的，妻主我不要你觉得，那不是我的想法。妻主我很有用的，我在这里梅家就是你的后盾，我还能做很多事情，我也能结妻。别说了，简直是越说越歪了。我没有赶你走啊，反正你也想不通，想留下就留下吧。一想到梅家自始至终都在帮衬着他，星河终究无法做到铁石心肠。先让云公子休息吧，我先去做饭。随后三人就一起离开了房间。此时云青兰手指轻动，眼眸里泛起了一丝丝波澜。院子里梅清晨却无比积极。沈慈安的房间已经建好了，妻主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不看，他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至于房间好不好，我可不管，你们忙吧，我去做饭了。画面一转，此时云青兰坐在屋里，想着刚刚星河的话语，原来云家做的一切都有意义，都是值得的。此时云管家也走了进来，公子，看你的气色感觉好多了，不光如此，身体都轻快了很多，感觉有了很多力气。说话间仿佛闻到了食物的香味，他也一下子来了食欲。云管家的眼眶瞬间红了起来，真好，多亏了苏小姐，才能让公子健康起来。云青兰轻声安慰起来，云叔别哭，我真的没事，这些年辛苦云叔了。云管家悄悄地擦了擦眼泪，我就是太激动了，家主知道了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到了晚上，星河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看着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星河只觉得头有些大。大家都坐下吃饭吧，然而却没人第一个坐下。温南希知道他们的意思，妻主先坐，我们再坐。那我先坐了，大家随意一些。星河坐在了平时的位置，左右两边是温南希和谢归雪。然而沈慈安却走了过来，妻主让我坐你旁边吧。星河本就不想搭理他，你若是不想吃饭也可以，直接回你房间就行，知道自讨没趣。沈慈安只好悻悻离开。大家快吃吧，中间这几道菜都是豆腐做的，尝一尝口感如何？见到星河先动筷子，他们才开始动了起来。梅清晨动作最快，吃了一口就忍不住赞叹起来，好吃，真的太好吃了！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豆腐这种食物，确实很好吃。妻主辛苦了，花狐狸的情绪价值必须跟上，妻主做的食物每一样都好吃，凛夜最爱吃了。萧季寒连忙补充起来，这可是妻主亲自磨的豆腐，做起来也很繁琐。听到这番话，大家吃得更起劲了，但沈慈安却一副慢悠悠的样子，他本就不相信星河还会做饭，不过在吃了几道菜之后，却眉眼一动的笑了起来，不知道妻主哪里学的厨艺，这样的食物连皇宫都做不出来。我记得妻主以前可不会辨认食材呢。沈慈安的话让众人都停下了动作，他们心中都有疑惑，但从未想过这么直白的问出来。此时的氛围很是微妙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看着星河，似乎在等他解释什么。星河猜测是他的读心术看出了什么，我在梦中学的不行吗？梦里学的不是神兽教导就是传承记忆了，可据说妻主还无法画出本体，我们也不知道妻主的本体是什么呢，这可真遗憾呢。星河握着筷子的手颤了颤，我的本体吗？他记得小时候画出的本体是一团七彩毛球，那是寿氏大陆不曾记载过的，可这个举动却吓坏了父亲，赶忙抱起他输入强大的异能力量，让他化为人形。别担心，爹爹的闺女是最尊贵的宝贝，
你现在还没有觉醒，只是幼小状态。等你有一天觉醒后，你就知道你的本体是最尊贵、最耀眼的。但现在你还很弱小，不要让人看到你的本体好吗？星河神色微动，这段记忆让他想起了父亲。可现在父亲去了哪里？这些疑惑又去问谁呢？此时众人还在屏息紧张地等待着，或许呼之欲出的答案就要来了。星河回过神，看向沈慈安，神色淡然，随你怎么想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。就是如此，宿主的秘密不要说出来。沈慈安一直在试探宿主，刚回来的时候还试探过温南希，不过他的确沉着稳重，值得信任。然而沈慈安并没有适可而止，眉眼间带上邪魅之气。七主不想说就不说了，不过若要让江墨川他们知道七主的样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惊讶呢？提起江墨川，星河周身散发出了杀意，凛冽的气势瞬间镇住了所有的人。你若还想吃饭，就别提不相干的人，或许那是仇人。温南希看到他真的生气了，也是气势全开。沈慈安，没人可以强迫七主做任何事情，你若不服，可以来战。沈慈安知道他动怒了，再看看其他几人的神色，随即就变了脸色。七主别生气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七主，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啊。说着就端起了排骨汤递到了星河的嘴边。星河勾唇一笑，沈慈安，若是你怀疑我，或者觉得我不符合你心中的想法，你可以随时离开，这是放符书。星河在空间里写了很多份，随时可以拿出来给沈慈安用。七主，这个对我没用，我是担心七主变成以前那样，所以才会问这么多的。若是七主不放心，今晚我可以去七主的房间，什么我都可以给七主。此时众人眼中都充满了杀意，花岭叶更看不惯他烧包的样子，就算是七主要结气，也轮不到你啊。沈慈安，你不在七主的心里，七主是不会接纳你的，结气你想都不要想。梅清晨似乎找到了安慰一般，可不是，七主连我都不接受呢，就算排队也轮不到你啊，你还想插队，想屁吃呢？一想到自己不是垫底的，梅清晨此时倒是自信不少。温南希和谢归雪都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沈慈安，我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今晚我需要修炼巩固实力。说完这番话，众人也不再开口，都默默地吃了起来。晚饭过后，云青兰便离开了这里。星河还准备了一些豆腐和豆浆，让云管家带回去给老城主尝一尝。属下看公子今晚比平日多吃了不少，若是公子能天天多吃一些就好了。今日已经给苏小姐添麻烦了，以后不能再如此了。听了这话，云管家叹了口气。苏小姐身边那几个兽夫吃个饭都差点打起来，明显就与传言不符嘛。云叔，不可评判苏小姐家里的事情，也不要外传。第二天一早，山林深处就出现了星河的身影，随着星河凌空一跃，手中软剑扫过之处，野兽被一一击杀。他的动作轻快凌厉，这一幕让几人都吃惊不已。此时他的神色专注凛冽，一袭长裙在晨光中格外耀眼。宿主太美了，这才是宿主真正的样子。只怪之前异能太弱，无法发挥实力。现在我的宿主不用人保护，就能咔咔乱杀。星河转身发现都在看着他，怎么了？我脸上是有什么吗？温南希上前轻柔地为他整理头发，没什么。没想到七主的软剑用得如此熟练。星河的神色有些慌乱，总不能说是上一世学的吧？可能是异能提升自动就会了吧？然而沈慈安身法诡异地靠了过来，想到读心术，星河就条件反射地向后躲闪。谢归雪恰巧就在身后，很自然地将他接住放下。七主还好吗？对上他清澈的眼眸，星河又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气息，似是一种灵魂的熟悉感。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沈慈安看着他们，随即摆出一副伤心的样子。七主可真狠心，连衣袖都不让人家碰一下。看到沈慈安那烧包的样子，花岭叶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没赶你走就不错了，还在这里要求这个那个的。梅清晨顺势补起了刀，我回来的比你早多了，七主都不接纳我，你还想接近七主，想啥呢？萧继寒也用防备的眼神看着他，你那些秘法对七主没用，得不到七主的喜欢，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徒劳。说到使用手段，萧继寒内心也是五味杂陈，若是那样管用的话，我早就跟七主结气了，也不至于如此了。七主最重视感情，我总有一天会打动七主的。星河也索性挑明了，你想离开随时可以离开，如果想留下来，就别想着用任何手段，对我可不管用。沈慈安看出了星河的认真，邪魅的神色也收敛了起来。我可不离开，总有一天七主会看到我的好，我会重新追求七主，咱们重新来过可好？梅清晨悠悠地凑了过来，我们两个你是垫底的，但咱们比兽皇城那5个强多了，你就想七主对咱俩都如此，到时候还能原谅他们吗？沈慈安简直哭笑不得，这小豹子还真是生性乐观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所以七主越是如此，我越喜欢。然而欢乐的气氛被一股气息打破，众人皆是脸色一变。谢归雪一把将星河护在身边，沈慈安也变得严肃起来。是变异兽潮，有一股很诡异的声音，附近有人在催动变异兽。随后众人将星河围在中间保护起来，大家不用管我，我能自保。紧接着就看到变异兽朝着他们攻击过来，几人迅速的战斗起来。星河脚尖轻点，身影如电，直接冲进变异兽中，仿佛破开苍穹势不可挡。他的剑法如行云流水，没有过多的花招，却精准实用，所过之处沙石飞起。看着他战斗的样子和气势，几人竟震撼的说不出话来。不知何时七主竟变得如此强大，仿佛经过无数次战斗一样，冷艳又致命，不再像流放路上那样需要他们保护了。沈慈安一边战斗一边凝神听着什么，随后如一阵风一样消失在原地。看着他诡异的身法，星河神色一变，果然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。谢归雪本想动用强大的异能，奈何星河就在旁边看着他，但他也暗暗下了决心，如果七主有危险，他会不顾一切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变异兽倒下，远处那股奇异的音调也停了下来。紧接着沈慈安就提着一个人落了下来，就是此人在背后操控这些变异兽，我已经将他的异能废掉了。流浪兽人看着他们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吓得瑟瑟发抖。爷
别杀我，我只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。温南希的威压直接落下，说是谁指使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人是晚上找过来的，他教我吹的这个声音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眼看问不出什么，梅清晨就打算再揍他一顿。沈慈安立刻拦住了他，再打人就死了。我可以用搜魂术查一查。看着众人诧异的神色，温南希解释了起来，搜魂术是传说中的秘法，只有实力强大才能使用，但每次使用都会消耗本源力量，而且有违天道，不能常用。沈慈安却不以为意，只要能让妻主高兴，使用点搜魂术不算什么。宿主，这个沈慈安秘法能力还挺多的，让他留下是对的，而且他也没做伤害宿主的事情，不如那些放符书还是别用了吧。就在星河准备阻止的时候，沈慈安带着一股力量点了下去。妻主是心疼我用搜魂术吗？放心吧，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能让他们用阴谋再害妻主了。当力量涌入流浪兽人的身体后，沈慈安的神色开始变得凝重起来。随后他抓取了一团黑影放在众人面前，怕妻主不信我，所以妻主可以自己看。哎呀，宿主，这个沈慈安还挺上道，这样就没有任何隐瞒了。然而记忆中只有一个全身斗篷的黑衣男子，完全看不出具体容貌，看样子这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背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，但的确是冲着妻主来的。星河此时嘴角勾起冰冷的弧度，既然有人不想让他活着，那也要杀个有来有回才是。随后他手指一动，一剑解决了那个兽人。然而沈慈安此时脸色苍白，随着他的身形晃动了一下，朝着星河倒了过去，却被身后的梅清晨一把推了出去。你要做什么？沈慈安却眼神幽怨，妻主，我身体疼，我觉得只有贴贴才能好起来。这一举动让系统忍不住吐槽，这是什么烧包的血兽啊，怎么一个比一个浪啊。跟着宿主见识了其他人的手段，路子这么野的还是第一次见。这边还不等星河开口，梅清晨直接一拳打了下去，只听一声闷响，沈慈安直接晕了过去。实力强大的兽夫竟被一拳打倒，看着他倒在地上，梅清晨顿时慌乱不已。妻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都没用力气他就躺下了。宿主，搜魂术本来就耗费本源，而且他取出光影后更是虚弱。为了留下来他还真下血本啊。星河赶忙蹲下来查看他的情况，然而沈慈安周身围绕着一层雾气，虽然无法查出具体情况，不过他现在确实没有生命危险。接着星河从空间拿出灵水给他喂下，又用木系异能治疗了一番。梅清晨，可能要麻烦你把他送回家去，然后你在家帮忙照看他一下吧。梅清晨本能的就想拒绝，为什么是我啊？我还想陪在妻主身边帮忙打猎呢，上次打猎我就没在身边，这次可不能再错过了。然而星河却神色坚定，放心吧，有他们保护我呢，而且我现在有自保能力。沈慈安在这里我没法专注采药，花岭夜也帮腔起来，他是你打晕的，你不送谁送啊？你要实在不愿意，那我去送。他现在可不管别的，一切都以妻主的话为准，气氛都烘托到这了。梅清晨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化为本体，驮着沈慈安往家跑去。接下来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，星河担心温南希他们不懂药性，索性就自己动手采摘起来。不过谢归雪却能轻松地辨别出来，妻主，我可以帮你采药，我会分辨药性。看着他认真的眼神，星河点头答应下来。当他采摘起来的时候，星河也是惊讶不已，你真的会辨认药材啊？采摘起来的速度比我快多了。谢归雪轻柔地解释起来，小时候总是住在老宅，那里有专门的药田，我好像天生就会辨认那些药材，再加上我从小体弱，需要经常喝药，所以对于这些会懂得多一些。星河觉得他这是谦虚了，冰雪灵兽真是极为聪慧，今天这些药的药性不错，我回去给你熬一些喝，也能让你的身体快些好起来。我不希望妻主太过辛苦，我的身体不要紧的。听到这话，星河的语调温柔起来，之前黑化的那个人可不是这样说的呢。谢归雪不由得耳朵都红了起来，星河就想逗逗他，喜欢看他低头羞涩的样子，不过一想到黑化的他，还是觉得得适可而止。宿主，他可能有双重人格哦，一个是纯情的他，一个是偏执黑化的他，不过黑化的他战斗力应该更强。然而凡事有利有弊，院子里的生活也会让他的内心受到影响，尤其是他们争宠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可真不平静呢。星河明白系统的意思，他也希望在意的人开开心心，我会注意这些的，或许他还是适合回到绿洲去生活吧。谢归雪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的看向星河，妻主，等过段时间我们节气后，我想带你回去见见我的母亲，她一定也会喜欢你的。星河嘴角微动，想到前身的名声并不太好，很多氏族大家都很嫌弃他，不过这方面梅家的确很好，虽然梅清晨脑子不太灵光，但他父母是真的很好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星河眉眼弯弯的笑着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看到妻主的回应，谢归雪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，星河感受到了他的动作，反而直接一把抱住了他。你想抱我就直接抱啊，或者我来抱你吧。谢归雪没想到他会主动上来，身体反而僵硬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努力地克制着强烈的爱意，轻轻地将他揽在怀里。现在的他还真是和黑化完全不同呢，不过就喜欢他这个样子，我没那么脆弱，你可以用力一些。星河只想多安慰他一些，不想因为大家的争宠而感到难过。随着身体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，听着他的心跳声就很舒服。归雪，让你跟大家住在一起，辛苦你了。他不想看到妻主的愧疚，直接低头堵住了他的嘴。星河的眼眸倏然睁大，整个人都愣在那里。然而谢归雪却像做错事的孩子，赶忙将身体转了过去。我刚刚一着急，舅舅不由自主地做了这样的事，你可以怪我的。我只想说，只有在妻主身边的我，感觉才是活着的我，才能感受到欢欣喜悦的情绪。他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了出来，说出这番话就是不想让妻主误解，更不想因为自己给他增添负担。星河心神一动，踮起脚尖抱住了他。我喜欢你告诉我这些，随后轻轻地亲了亲他的脸颊。殊不知正是这个举动，仿佛给了谢归雪鼓励一样，他再次带着冰雪般的气息低下头来，那浸润温柔的感觉让星河不由自主地沉溺其中，似是一种无力感让他无法站稳。过了许久，谢归雪才轻轻地放开了他，随后用手轻轻
轻地捂着他的眼睛，我怕看着你的眼神会失控，也会吓着你。星河眨了眨眼，嘴角带笑，那可不能失控啊！你现在调养身体最重要。不过你那么好，我怎么会被吓着？谢归雪无奈又宠溺地抱着他，努力将翻涌的情绪压了下去。温南希他们在外围打了很多猎物，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沈慈安还在昏迷状态，梅清晨也在认真地劈柴干活。随后就各自忙碌起来，野兽处理一番后放入了冰窖中，萧季寒则开始帮着晾晒药材。现在他做这些都很得心应手。几天后，他们来到了云霄城，然而2个店铺却发生了变化。花岭业记得上次并不是这样，感觉门口的石头都重新铺了一遍，仿佛被重新修整的一样。温南希也观察了一路，应该是整条街都被重新翻修了。旁边店铺老板正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你说的没错，前些天少城主让人将整条街都重修了一遍，还是少城主人好，凡事都为普通兽人考虑。对，只要少城主身体健康，咱们就可以安心做点小生意，也不用害怕被人欺负了。提起少城主，周围的人都忍不住想多说几句。星河对这些变化很是满意，只要云霄城治安管理得当，就可以安心在这里开店了。云青兰给的2个店铺都很不错，室内宽敞整洁，后院有水井和单独灶屋，非常适合做吃食生意。温南希第一个开口询问起来，七主，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？若是需要桌椅这些东西，我可以现在就做出来。花岭叶也积极响应，七主，我可以做一些碗筷。若是开店需要做饭，我还可以用火蜥蜴能帮忙烧火。萧季寒也不甘示弱，七主，如果需要保存食物，我还可以制冰。沈慈安则轻笑一声，我什么都可以帮七主做。七主尽管安排就是。站在旁边的梅清晨斜眼看着他，这明明就是他想说的话。七主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劈柴、挑水、揉面、切菜我都行。嘿，这些天厨房的活我基本都会了，看你拿什么跟我争。谢归雪并没有说话，只是无声地看着星河，只要他的一个眼神，星河就明白了他的心意。受夫多的好处体现出来了，这样宿主就可以轻松很多了。星河点点头，随后看向几人，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，回头我给大家多做些好吃的，保证一吃一个不吱声。星河开始分配各自的任务。萧季寒，辛苦你在后院打造一个冰窖，方便存储食物。好，我这就去做冰窖。萧季寒答应的爽快，能为七主做事就很开心，没有用的时候才会让他心慌。南希，这是我画的图纸，要辛苦你帮我打造一些桌椅和碗筷。看着桌子上的图纸，温南希神色惊讶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精细的图画。沈慈安站在旁边不住的叹气，没想到七主连图都会画了，若是以后回了兽皇城，别人都来争七主，可如何是好？这些话让几人都沉思起来。七主现在这么好，他们宁愿待在这里过简单的生活，永远陪着七主就好。星河却皱起了眉头，我学这些是为了所学所得，不是为了给什么人展示的。说着便又拿出了一些实物图画，不再理会沈慈安。花岭叶一看就来了主意，七主，我可以把这些图样绣在布上，这样挂在门口，就方便大家看清楚了。想到石海里他父亲的经历，星河还是有些担忧。这个想法的确不错，只是绣东西会很辛苦。花狐狸却自信地保证起来，不辛苦，我喜欢绣东西，交给我吧，七主，任何东西我都可以绣。虽然没给梅清晨安排活，但他自己就去劈柴挑水了。沈慈安则去帮忙砍木头做家具，谢归雪则来到旁边的店面，这里准备开一间药馆，需要准备很多放药材的柜子。星河回到灶屋做起了馅饼，正好搭配之前磨好的豆浆，最基础的食物更容易打开市场。就在星河忙活的时候，沈慈安却手捧着一束花走了进来。七主，这是送你的花，希望你喜欢。花香瞬间弥漫在整个厨房，星河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他喜欢鲜花，只要看到鲜花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在末世的时候，就连活着的植物都变成了奢望。沈慈安一直观察着星河的神色，看样子七主是喜欢的。星河有些警惕地看着他，就算他喜欢花，也不会轻易接受。你为何送我这些花？沈慈安含情脉脉地看着星河，这段时间我没有回来，是我的错，我想重新追求七主，让七主重新接受我。星河刚要开口说话，沈慈安似乎怕他拒绝，便继续解释，我知道七主现在不会接受我，但请七主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认真地追求七主，让七主看到我的诚心。他可不会像梅清晨那个呆子一样，他会用七主喜欢的方式追求他。这段时间我也不是无缘无故消失的，真的是另有隐情。星河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一时间还有点无法适应，这简直不像平时的他。七主也知道我沈家是什么情况，我娘后院的受妇多，儿子也多，以前我娘觉得我还有用，所以对我还算照顾，只是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嫉妒，于是就有人想让我死。星河突然想起了前身的记忆，在流放路上的确有杀手是针对沈慈安而来，你家里人想杀你。沈慈安有些自嘲的口吻，是我的那些所谓兄弟，还有我娘的第一受夫也想杀我。星河知道有些家族为了争夺资源，兄弟之间相互厮杀也很正常，但还是疑惑不解，沈家有慈寿继承家业，跟你无关，为何还要针对你？沈慈安邪魅一笑，接着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因为我长得像我父亲，而那些受夫都恨我爹独得恩宠，自然看我也不顺眼。星河神色震动，想不到后院宅斗竟带出了恨意和杀戮，所以你去解决他们了，自然都引出来杀了。只不过七主不用担心，我只杀该杀之人。我这张脸看着不像什么好人，但血族兽人天生美艳，要是七主不放心，我可以划破自己的脸。沈慈安并不喜欢这招惹是非的脸，如果能让七主欢喜，那还算有用。星河赶忙阻止了他，不用，你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别人要害你，你反击也是正常的事情。沈慈安却突然笑了起来，好像终于有人理解了自己一样。七主的话我真喜欢，七主可真好，所以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不求七主接纳我，只需要给我一个追求的机会就好。星河有些好奇，那你之前的未婚妻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个虚伪阴险的女人，是我娘的第一受夫挑选的雌兽，这样她既得到了好的名声，还能顺便借刀杀人。只是没想到我嫁给了七主，
彻底脱离了他们的掌控。这么说来，星河就明白了，前身就是被这张脸给迷住了，所以你故意出现在我面前，让我把你抢过来。沈慈安眼中掠过波光，温柔地看向星河，妻主不是那个他，过去是我不对，但如今我喜欢追求的只是现在的妻主你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星河有些意外，妻主否认也没关系，我心里知道就好。妻主放心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实际上，沈慈安观察了许久，并不是心血来潮。妻主，这是我第一次追求雌兽，也是第一次送花。若是妻主不喜欢，我还可以再去采摘别的花。系统也忍不住起哄，哇哇哇！妻主，这才是认真追求你的样子。不得不说，还是这个沈慈安会追啊。他了解了宿主的喜好，才用了这样的方式。面对用心的人，星河也说不出冷漠的话。他伸手接了过来，你这些花是哪里采的？星河此时就想用鲜花装点店面，到时候做饭心情都会美美的。去砍木头的时候顺便摘回来的。妻主若是喜欢，我就去多采摘一些。然而实际是他专门去山上找的。接着他又拿出了一个花瓶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花瓶，可以把鲜花放在里面。受夫突然变得优雅浪漫，竟让女人有些不知所措。宿主沈慈安特别擅长揣摩人心，知道如何讨好宿主。虽然他的家世比不过梅家，但优势就是秘法多。作为受夫，也能更好的保护宿主。星河思索着这些话，同时将手中的花束放到了花瓶里。沈慈安随后用异能修剪了起来，让花束立刻有了层次感。看到星河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沈慈安也笑了起来。妻主，我再去多采摘一些花。星河点了点头，没有拒绝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了。为妻主做事怎么能叫辛苦？最近我还学了一些厨房的事情，妻主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。哎，要是早点回来，房间也不至于没有了，只能后面多弥补一些了。此时星河揉面切肉速度都很快，厨房的事情他游刃有余。沈慈安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，随后就出门去继续采花了。温南希来到后厨，看到了摆着的花束，眼底掠过灰暗的神色，随后就帮星河擦了擦脸上的面粉。忙活这么长时间了，先喝点水吧。星河喝着温度刚好的水，感受到了他的细心，有温南希在身边就会很安心。中午的时候，星河做了很多馅饼摆到了门口，随即就吆喝了起来：馅饼喽，馅饼喽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很快就围过来很多兽人，闻着倒是很香。多少钱一个？馅饼6个铜色金币，豆浆2个铜色金币。听到价格后，那人却皱起了眉头。不过有老顾客却认出了星河。哎呀，这不是苏老板吗？你做的辣椒酱我妻主特别爱吃。星河没想到碰到了老顾客，不过今天没有辣椒酱了，你可以买几个馅饼尝一尝。那行，我买6个馅饼，再来6碗豆浆。看到有人先开了头，后面围观的人们也纷纷购买。苏老板，你的东西肯定没得说，多给我来几张馅饼。苏老板，你之前的药包真好用，还有那驱虫药包特别好使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不断议论着，都希望能再买点药包。星河眉眼弯弯的指着旁边，以后我会在这里开医馆，大家若是需要可以来店里买。听到星河的解释，他们才算放心下来。此时店里也坐满了人，大家都对馅饼赞不绝口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馅饼？真的太好吃了！老板，再给我来5个。几人没想到生意会这么火爆，脸上都忍不住带上了笑容。还是妻主会做生意，看着这么多人，感觉比打猎有成就感啊！就连气质出尘的谢归雪也因着热闹氛围带上了烟火气。花岭叶绣好帆布后也来后厨帮忙，萧继涵还在后院挖着冰窖，沈慈安和梅清晨帮着收拾桌子，温南希则在门口看着摊位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妻主还在后院做着馅饼，很快就出锅了。然而一个刻薄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哎呦，这不是温公子吗？怎么和你那草包妻主流落到摆摊度日了吗？大家不怕他在食物里下毒吗？温南希神色漠然，手中竹片瞬间射出，朝着此人的嘴巴削去。然而女子的受夫及时出手，虽然挡下攻击，却也受了伤。吴翠香狠狠地瞪着他：温南希，你敢动手伤我？别忘了这里是云霄城，竟然想让我毁容！这个温南希简直可恶。温南希看他的神色，仿佛看着垃圾一样。星河拿着馅饼刚出来，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。你说我家南希动手了，有谁看到了？你可别在这故意闹事，否则一样可以被赶出去。宿主，她就是沈慈安未婚妻的妹妹，吴家2小姐吴翠香。看到星河的那一刻，她直接瞪大了眼睛。那个丑陋的星河竟恢复了容貌，还变得这么美。苏星河，在这里我的确奈何不了你，但在北京这样的地方，你怎么死的可能都不知道。温南希此刻杀意骤现，正要准备再次动手，星河按住他，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能坏了这里的规矩。随后瞥了一眼吴翠香，在京城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里也一样。吴翠香知道受夫都厌恶星河，于是得意起来。沈慈安可是我姐的未婚夫，你霸占了又如何？他的心可不属于你。然而下一秒，透着杀意的声音响起：是吗？谁说的？看到沈慈安的那一刻，吴翠香露出了惊艳的神色，那可是她心心念念的男人。沈慈安，我知道你厌恶他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脱离他的。这番话实在让沈慈安哭笑不得。当年是我用手段解除的吴家婚约，你还想让我离开妻主？不想死的话赶紧滚！这几条臭鱼烂虾可不是我的对手。吴翠香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竟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杀意。此时排队的顾客却受不了了，我说你这个雌兽可真不要脸，没看到我们在买东西吗？就是，人家都让你滚了，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人家苏老板的样子还用跟你比？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，人家能做这么好吃的食物，是个雄兽都不会离开，你会什么？只会骂人吗？吴翠香气得咬牙切齿，她恨不得让受夫立刻暴打这些人。妻主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，这可是云家管辖的。听到云家2字，吴翠香冷静了下来，她还期盼入赘到城主府，让少城主当她的受夫呢。在她说出不可挽回的话之前，
还是被寿夫劝着离开了这里。很快这些馅饼就被售卖一空。关上门后，星河就带着他们数起了金币，若是多做一些，还能赚得更多，到时候就可以雇人开作坊了。沈慈安神色微动，这样的妻主还真独特呢。随后星河又来到了旁边的店铺，谢归雪已经将一切布置妥当，完全就是星河想象的样子。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，妻主说过的话，归雪都会记得。不知为何，与妻主在一起，就有一种灵魂上的熟悉感。最近的睡梦里，他总会感觉妻主抱着他，轻轻抚摸着身上的毛，那种熟悉的气息他不会认错。此时的星河特别开心，一切布置妥当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开医馆了。不过还需要一些捣药工具。花凛夜赶忙应和起来，妻主，我之前就按照你说的制作好了。星河想起来之前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他就记了下来。太好了，我们先把14打出名声，过些天就可以开医馆了。随后一行人便准备回家，大家都争着要驮着星河，沈慈安则直接幻化出本体，让我带妻主飞可好？看着那仿佛彩虹的羽毛，星河惊讶不已，难怪沈家想用它联姻，的确美轮美奂啊。梅清晨有些酸涩，以前也不见你露出本体的样子，这时候你倒是开屏了。沈慈安早就发现梅清晨没啥地位，所以也没回他的话。萧继寒倒是有些疑惑，你不是血族兽人吗？据说血族兽人本体和人形差不多的，只是更加妖异艳烈。沈慈安当然不会说是为了争宠，于是解释了一下，沈家血脉是孔雀家族，所以我可以像我母亲一样变换成这个样子。星河摇了摇头，还是不麻烦你了，归雪带着我就行。谢归雪立刻张开翅膀，轻轻地将星河带上，随后直接凌空飞了起来。沈慈安神色凝重，没想到是传说的冰雪灵兽，我们跟着一起走，随时护着妻主。众人自然听从温南希的安排，一同向森林跑去。突然间，谢归雪带着他落了下来，妻主小心！感受到了附近的杀意，几人纷纷戒备起来。不料天空中俯冲下来4只巨雕，温南希几人迅速上前打斗起来。吴翠香坐在一个巨雕身上，观察着下面。苏星河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都给我上，杀了他！随后那几只巨雕开始冲着星河攻击过来。温南希抬手挥出风系异能，漩涡中藏着无数竹刃，瞬间将巨雕击飞出去。花凛夜释放出火系异能，虽然火焰不断射出，但巨雕4级异能速度更胜一筹。花凛夜化为本体，9条尾巴带着火焰向空中攻击，这火焰是太阳真火，我们的实力根本无法灭掉。几个兽人都是震惊不已，他一个狐狸怎么会有太阳真火？不得已，那只巨雕斩断了一块翅膀，才得以保存性命。其实花凛夜在火焰中加入了自己的血，他虽然实力还不够，但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妻主。萧继寒的冰系异能幻化出万千冰刃袭向空中，几只巨雕的羽毛也化为一支支箭，不断的向着星河射击，但都被其他几人阻拦下来。梅清晨和沈慈安分别对上了2头狮子和2头灰狼，其中一个5级，2个4级。梅清晨虽然只有3阶实力，但身形旋转成一道道残影，爪子飞过又狠又快。沈慈安手法诡异，直接让5级狮兽原地禁锢，随着他手指一挥，那头狮子轰然倒地。谢归雪直接释放了冰雪领域，却被星河拦了下来。别！不能动用这些力量。随着巨雕和狮子的阵亡，吴翠香身上消失了2个节气印记，她歇斯底里的嚎叫起来：“你们该死啊！用血祭的方式让他们去死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”星河嘴角勾起诡异的弧度，归雪带我上去。吴翠香，我要亲自来杀！看着星河俯冲过来，吴翠香的脸色煞白，快走，赶快离开这里！然而飞上来的沈慈安却拦住了去路。就在这时，星河一跃而起，手中软剑随即刺出，只是一个瞬间，吴翠香就断了一只手臂，凄惨的叫声响彻天空。地面上他的兽夫却无能为力，只能死死地缠着温南希他们。其他3只巨雕则直接燃烧精血，瞬间提升了异能等级。正当谢归雪气势全开，准备战斗的时候，沈慈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谢公子可别动用异能了，回头妻主又该心疼了。他们交给我，你还是护着妻主要紧。”随后，沈慈安身形如电的冲了上去，直接牵制住了几只巨雕。此时只剩星河与吴翠香在空中对峙。吴翠香捂着断臂尖叫着：“你怎么可能有异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战斗？”星河借助谢归雪的身体凌空而起，手中软剑精准预判对方躲闪的方向。星河眼中闪过冷意，随着一道寒光闪过，一剑封喉。吴翠香瞪大眼睛，直到死前也无法相信这一切。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，对于想杀自己的人，星河更不可能留着活口。随着吴翠香一死，他的兽夫全都口吐鲜血，从空中直直掉落下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星河神色微颤，没想到真的是妻主死，兽夫死。若是流放路上我死了，花凛夜一定会跟着我一起死。至于他们有底蕴的家族，一定有办法规避这种制约。众人都紧张地看着星河，此时他冷酷的眼神让他们还不适应，那种杀伐之气只有在战场才会磨练出来。一声妻主让星河回过了神，我没事，大家都有没有受伤？几人也是纷纷摇头，大家都没受伤，妻主放心吧。只是星河的脸色并不好看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开制约吗？花凛夜脸色一白，妻主怎么想着解除这种制约？妻主不会要解除关系吧？没有节气真没有安全感啊。梅清晨有些沮丧，妻主现在变强了，是不是觉得我们很没用？沈慈安却笑得邪魅，就算有这种方式，我也不要跟妻主解除，大不了我跟着一起死就是了。这一刻他是认真的，几人都是一副紧张的样子，生怕被休了一样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只是刚刚的场面过于残忍，会让我有心理负担。我一出事你们都要受到连累，再一想到自己的仇人很多，战斗的时候又从来不顾生死，现在顾虑多了，反而对战斗会很不利。还有，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出事。对于这话，几人都很动容。雌兽向来喜欢这种制约方式，而自己的妻主却想解除制约，没有这种方式，妻主若是死了，我也跟着去就是了。沈慈安一副不在意生死的样子，花凛夜有些
神伤。若是没了妻主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，连家都没有了，生死更没有意义了。温南希轻叹一声，用疼惜的眼神看着星河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们都不会有事的。温南希其实知道，只是不能也不想说，更不会解除这种制约。梅清晨这次却很认真，妻主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所以你不用顾虑我们。这次他也暗暗下了决心，我要回去用秘法觉醒，觉醒后才能开玲珑心通七窍，那样妻主就不会嫌弃我了。萧继寒则神色坚定，妻主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就算有事我也会死在前面，不会让妻主有所顾忌。谢归雪则轻柔地宽慰起来，妻主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着妻主一起。他不敢说同生共死，因为他即使不在了，也要让妻主好好活着。星河没想到他们的反应这么强烈，别，你们就当我没说吧，大家随意就好。就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花岭叶释放火焰，清除了战斗痕迹。看到他的火焰，沈慈安眸子微眯，狐狸啊狐狸，你确定你是普通狐狸吗？你这可是太阳真火啊，只有传说中的神兽金乌才拥有的火焰啊。小狐狸却有些懵懵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爹只是普通红狐，花家也只是个小农户而已，太阳真火可不会无故出现，那可是只有血脉传承才有的。温南希也点头同意，确实如此，如果你实力达到，也会获得传承技艺，或许你的先祖并不普通。星河想到花岭叶的刺绣，还有之前提到的祭祀壁画，也觉得另有隐情。看着他皱眉的样子，星河语气轻柔，不要去想那些了，你只需要做自己就好了。沈慈安无奈叹气，现在妻主都不跟我对视，都使不了读心术了，投其所好是不行了，看来以后只能靠猜了。温南希知道其中的缘由，梅家血脉可获得通灵之力，如此就会拥有神性，到时候连气质都会产生变化。谢归雪刚刚喝下了汤药，想到梅清晨神色微动，再过一些天身体应该就可以节气了，要尽快好起来才是。很快大家就默契地忘记了梅清晨，都在忙着苏纪14的生意。画面一转，寿皇城陈家已不复存在，梅家也查到了幕后主使，原来背后是柳家人，那一定跟柳梦妍有关了。就因为他，星河的名声被败坏，甚至还被流放了。他想躲在后面不沾手，算盘打得倒是不错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立刻对柳家的产业动手，必须出了这口气。梅夫人有些担心，听说江家和燕家这两个家族都在护着这位柳小姐呢。虽然他们曾经是星河的受缚，但为了柳梦妍强制解除了契约。梅家主高深莫测地笑了起来，那就让他们护着，以后星河回来了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受缚了。所以就算梅家受到损失，也要替星河出了这口气，更好地为儿子铺好以后的路。梅家底蕴的确强大，柳家各处产业均遭到打击。柳梦妍拦住正要出门的男人，大哥不必去找人了，就让梅家动手吧。
柳大少却有些着急，这梅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突然就对我们动手了？柳梦言反而很是平静，梅家想替苏星河出气而已，大哥不必着急，这时候去找人反而落了下风，我要让人主动护着我们。一听这话，男人明白了过来，还是妹妹有办法。江墨川他们喜欢你，见不得妹妹受到委屈，到时候定然会站在我们这边。柳梦言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梅清晨、温南希，让你们当初看不上我，很快星河就会死在流放地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与此同时，魏家少主也收到了安慰的消息，梅家竟然因为这个打击柳家。少主，我们可需要帮助柳家。魏景墨却悠悠开口，谁说我们要帮柳家的？暗卫有些疑惑，外面都传少主为了柳小姐才跟苏小姐解除契约的。魏景墨眼神愈发轻蔑，只是不想去北境，顺势解除了契约而已，但对外总要有个说法才是。只是我这位妻主倒是有些能耐，竟然活到了现在，不如我也去流放地看一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梅家不惜与江家作对。暗卫赶忙提醒起来，少主别忘了苏小姐可是心狠手辣的。魏景墨摆了摆手，不以为意，我这位妻主小时候并不是这样，其中或许隐藏着什么秘密，到时候一看便知。公子，你的本体不能去北境那样的环境里，还请公子三思啊。魏景墨冷冷一笑，无妨。对了，暗中帮梅家打压一下柳家，让江墨川他们着急去吧。回到北境，这些天苏记14打出了名气，纸杯豆浆和肉馅馅饼也成为了云霄城热门美食，几人也是忙得热火朝天。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，北市部落吴家却高兴不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你妹妹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回来？大型狩猎活动就要开始了，他们不再怎么存储食物。吴翠飞很是烦躁，娘，妹妹行事向来如此，出去几天不回来也很正常。再说了，9个兽夫还能保护不好她？吴家主内心隐隐不安。我听说苏星河也流放到了北境，他们之间曾有过节，别再出了什么问题。吴翠飞本就不在乎妹妹的生死，娘是过于担心了。苏家早就没落了，她一个废物能翻起什么风浪？吴家主皱起了眉头，他觉得苏家绝不简单，尤其是苏家主那种血脉碾压的感觉，让他一直心有余悸。娘知道你还记着沈慈安，哪想到最后不得已解除了婚约，你心里不甘也正常。吴翠飞阴冷地笑了起来，沈慈安根本不喜欢他，苏星河是看得到吃不到，他才是最受折磨的人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沈慈安正在努力地献着殷勤，不仅天天研究星河的喜好，还在医馆能说会道地招待着顾客。星河则与温南希一起卖着馅饼，俩人含情脉脉的甚是甜蜜。此时一辆马车停在了远处，一个男人从马车上走了下来。老板，我买2个馅饼1杯豆浆，一共多少金币？星河只觉声音有些熟悉，抬头看去脸色骤变。那人看到星河的模样，惊讶的说不出话。苏，这真的是苏星河吗？主子之前的妻主怎么比寿皇城柳小姐还美？星河想起了以前的记忆，语气冰冷，不好意思不卖。他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。温南希认出了此人，再看向远处的马车就明白了一切。魏家吗？魏东出现在这里，那意味着魏公子也来到了北境。魏东有些吃惊，苏小姐，我是魏东啊，我家少主。别跟我说这些，你家少主如何与我无关？星河神色冰冷，当初撇下他不管不顾，强迫他解除了契约，就算是前身的记忆，那以后也不会再有关系。魏东怔怔地站在那里，没想到以前巴结魏家的女人，此时却冷厉且陌生。温南希握了握星河的手，眼神中带着疼惜的神色。魏东看出俩人的感情，更是感到不可思议。他对温公子笑得那么明媚，跟刚刚的态度完全不同。但我背后可是少主啊，这么区别对待的吗？此时后面的顾客有些烦躁，我说小兄弟，人家不卖给你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就是，肯定是你主子做了过分的事，人家苏老板才会这么对你。魏东的脸色很是难看，只能空着手往回走去。他本想说点少主的事情，但明显人家不感兴趣，甚至还有些厌烦，不知少主何苦来这一趟。魏景墨看出了他的脸色，语气柔和起来，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少主，属下觉得你不该来北境，你现在身体都有些不适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他慢慢的放下了茶杯，语气里带着威压。魏东，说实话，到底怎么了？魏东只好硬着头皮开口，属下想去买点吃的给少主，没想到摆摊的竟是苏小姐，但她不卖给属下，而且态度非常冷漠。魏景墨看向远处的摊位，虽然看不到星河，却看得出生意的确不错，还有他似乎很厌恶属下。苏小姐不仅恢复了容貌，而且我感觉她变了很多，属下都没机会提起少主的事情，以前她可是很喜欢听的。魏景墨轻轻地摸索着茶杯，也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魏东知道少主情绪内敛，一向无法让人猜出心思。少主，咱们回去吧。那苏小姐说的也对，在天道规则下，你们的确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寿氏大陆有着天道规则，辞寿娶夫需对天道行跪拜礼，而解除契约需要天道时盖章确认，否则就要受到规则制约。当年少主5人规避了天道规则，强行解除了关系，这在衙门也是有备案的。一想到此，魏东更是疑惑，少主反正也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要来北京这个地方，甚至还要忍受着身体的不适？魏景墨突然淡淡一笑，有些事情已经变了。寿皇城有一则古老的寓言。
谢归雪调养好了身体，所以这天早早的关了店门。谢归雪带着星河飞入了高空，他们要准备回到绿洲别院了。星河抱着他飞在高空中，笑的是那样开心。七主喜欢的话，我还可以飞得更高。星河非常喜欢高空的感觉，有谢归雪在身边，这种感觉更加奇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高空中的灵气都比下面浓郁呢。当星河抬头望向那层层厚云，似有什么光芒若隐若现。谢归雪不动声色地用异能挡去风力，让星河可以感受温润的清风。此时的星河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谢归雪轻动翅膀，很多鸟和蝴蝶围了过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星河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他太喜欢这种感觉了。很快他们就回到了绿洲别院，这棵树也是他们拜天道的见证，两人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。你还在树下种满了花草，之前的时候还没有，你之前提过一次，我便让谢意他们布置了。这棵树对我们的意义不一样。星河轻轻触摸着银杏树，很是感慨。此时谢归雪已经用鲜花亲手编织了一个花环，这个花环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星河脸颊微红的接过花环，好漂亮，我很喜欢。随后他拿起花环戴到了星河的头上，只觉得在阳光下，她是那么的美丽耀眼。七主很美，七主的灵魂很美。星河轻轻的笑着，虽然知道你在夸我，但我还是很高兴。不是的，是真的很美。他最近总会梦到模糊的场景，他能感觉到那模糊的身影就是七主。星河看着远处种满了花，呼吸一下都是芬芳的气息。谢归雪知道他喜欢花，于是便在山上种满了薰衣草。星河疑惑地看着他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薰衣草？男人的眉眼带着温柔的光泽，有种感觉七主会喜欢。我还酿造了桂花酒，很早之前就埋在树下了，晚上我挖出来给七主尝尝。桂花酒，星河神色突然恍惚起来，末世里他最喜欢的就是桂花酒。每当他默默喝着的时候，那只小猫总会安静地陪着他。想到那些时光，星河的眉眼都带上了柔和的神色。随即他拉起谢归雪的手，走，我们去看薰衣草花海。星河快速地跑着，脸上晕开了融融春意，是那样的无拘无束。慢点，别摔着喽。谢归雪紧紧地拉着他，白色衣衫随风飞舞。此刻的他们如同一幅画卷。星河欢快地跑着，整个人的心都活了起来。上一世的经历让他太过压抑，此时他才真的放松下来。不对，种植薰衣草需要时间啊，怎么这么快就种出来的？星河嘴角上挑，一副调皮的模样，就是找人移植过来的。然而实际是他使用了特殊能力，只为让星河开心起来。星河转过身，主动地抱住了他，踮起脚尖，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。归雪，谢谢你，我很开心。不要说这些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随后便主动热情地回应着他，如同春风拂过花瓣，带着小心翼翼的真实感。不知何时，星河拉着他倒在了花海中，然而一阵咕噜声打破了氛围。星河觉得有些尴尬，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。谢归雪宠溺地笑着，七主是不是饿了？那我去准备晚饭。星河尴尬地低着头，你都不笑话我吗？我怎么舍得笑你？是我不好，现在还不到晚上，我先去做饭。星河又想要逗一逗他，故意凑到他的耳边，你怎么舍得丢下我去做饭呢？没有，那我抱着你一起过去。不要，我想要你背着我。不知为何，在他面前，星河就忍不住的想放纵一下。谢归雪宠溺的背起了他，稳稳当当的向着冰店走去，要抓紧准备晚饭，可不能饿着了他。谢归雪担心冰店太冷，于是全部改成了木质房屋，并且全部按照星河的喜好打造。我去准备晚饭，说着便去厨房忙活了起来。星河就在旁边笑意浓浓的看着他，仿佛怎么都看不够一样。感受到了他的视线，谢归雪眼中含情，我会一直陪在七主身边，七主想什么时候看都可以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会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星河喜欢他待在身边，有种让人心安的感觉。很快晚饭的食材就准备好了，他还挖出了之前埋的桂花酒。星河疑惑地看着他，总感觉他不太能喝的样子。你能喝酒吗？别一杯就醉了。放心吧，包没事的，而且我还想陪着你一起喝。就这样，俩人一边涮肉一边喝了起来，紧绷的精神也缓缓地放松下来。闻着花香，看着天空的星辰，不知不觉星河就有些多了。七主，你喝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星河使劲摇晃了一下，他以前可是千杯不醉的，可如今的身体好像体质不同。不，我没喝多。就在谢归雪准备拿过杯子的时候，但星河不让，拉着之间，他一下子靠在了他的怀里。归雪，我唱歌给你听吧，你是不是没听过我唱歌？星河彻底的放松了下来，不再收敛自己的性子，唱着唱着起身脱掉了鞋子，挥动着衣袖翩翩起舞，裙摆如流水般飘动，舞姿更是缓慢柔美。谢归雪此时呼吸一滞，心中的情感再也无法克制，她飘落在星河面前，一把将他揽住，看着他的眼眸，这一刻他确实醉了，清冷的眉眼满是温柔。星河轻轻呢喃，我们去花海。好，谢归雪抱着他去了花海，两个人置身花海中，仿佛周围的温度都在上升，风吹过淡紫色的薰衣草，花香弥漫之间，将两个人裹进了芬芳的漩涡中。随着花海泛起波浪，他仿佛听到了心跳的声音，风越来越大，花全部簌簌飘落，花枝迎风飘荡，互相舞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星河靠在他的怀里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睡梦中，他再次来到了谢归雪的尸海，这一次他竟看到了一只猫的样子。星河全身一震，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，是兰兰吗？可他的宠物猫不是死了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，随着一声猫叫，他跳到了星河的怀里，就像以前的习惯一样，乖巧地贴着他。星河的眼眶一下红了起来，兰兰，你还活着对不对？是不是还活着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能带你出去吗？他看着星河担忧的样子，喵喵地叫着似是安慰。星河抱着他，生怕那是一种幻觉。兰兰，只要你活着就好。可过了一会，兰兰突然间虚弱着昏睡了过去，然后变成了冰雪灵兽。星河震惊地瞪大眼睛，归雪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星河从来没想过会这样，虽然他们的确有些像的地方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星河有些着急。归雪，是你吗？突然一道力量闪现，直接将星河从精神尸海送了出去。他想起
醒过来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随后他进入了一团迷雾之中，顺着这团迷雾他缓缓前进，然后就看到了上一世的自己。那是一次他回到老家祭祖，却发现了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猫，它受了很重的伤，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星河，挪动着虚弱的身体不断后退。星河看着这样可爱的小猫，心中愈发柔软起来。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你受伤严重，我房间里有药可以帮你治疗的。小猫看出了他的善意，逐渐地放松了警惕和戒备。星河将它轻轻地抱了起来，进屋将它的伤口处理了一下。此时他才刚刚觉醒微弱的异能，随着异能运转，不断地注入了小猫的身上。女人与兽夫贴贴后，竟进入到了他的精神视海。眼前的小猫很有灵性，乖乖地任由星河为它治疗。看着渐渐好转的小猫，星河神色柔和。你有主人吗？小猫很有灵性地使劲摇头，似乎能听懂他的话语。末世开始后，混乱的城市建成了个大基地，拥有异能的人负责清理丧尸，从而确保基地内人员的安全。随着异能不断提升，星河也帮助了更多的人，而那些为此牺牲的异能者，他神色缓和了起来，叫什么谢家主，叫伯母吧。看到你就想到了年轻的自己，只是归雪不该动情。如今他随时都有危险，还是离开这里，先把身体治好。你说呢？星河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自然不会去叫什么伯母。谢家主，我只希望他能好好活着。若是需要我做什么，星河定会全力配合。不管他的态度如何，我和归雪的感情都是真的，哪怕会付出什么。谢家主的眼眸泛红，随后将自己的镯子戴到了星河手上。这是伯母给你的，你跟归雪的情况我也知道，我承认你们的关系，不过他就是我的命。我希望此刻他不再动情，不要再有波折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承认与支持自然是不同态度。星河如何听不出来？只不过就算为了爱情，他也不想委曲求全。谢家主，这礼物太过贵重，我不能要。不过你说的话我明白了。为了说服星河，谢家主继续补充起来，这是归雪父亲给我的，是历代冰雪灵兽的七主所有。然而他的体质异常特殊，若无法浴火重生，便会陨落。只有灵魂彻底稳固，才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。而你们之间有着天道制约，你若危险，他便危险，而我不希望他有任何闪失。星河知道不能纠缠下去，但他还是想坚持一下。我明白谢家主想要放夫书，只是这样对归雪很不公平。
难道不要问下他的意见吗？可是谢家主却轻蔑地笑了起来，他很孝顺，自然会明白我做的一切。如果苏小姐有什么条件，你可以尽管提出来。星河自知尽力了，很多事情不是他能控制的，随即就按照谢家主的意思写了放付书。好孩子，若你们有缘还会再相见的。说着，他便拿着放付书直接离开了。星河看着他们离去，感觉心都空了一块，他强忍着翻涌的情绪，没让自己失态。这时候谢依走了过来，苏小姐，你别怪家主，他被族中之人暗杀的时候，是公子的父亲救了家主，而谢家竟得知了冰雪灵兽，随后派出了很多杀手追杀家主和林公子。最后关头，林公子献祭精血化为丹药，才让家主提升了异能，得以脱险。星河此时震惊的说不出话，没想到冰雪灵兽竟然会献祭自己。谢依还在继续讲述着，家主为此杀了很多谢氏族人，他总是自责没有早些写放付书，而他也是为了公子才选择活了下来，否则早就追随林公子而去了。这一刻，星河似乎释怀不少，让谢归雪好好活着才最重要。随后将那枚吊坠也拿了下来，这个回头给你们公子，也不必替我。只是刚刚的镯子却无法摘下，为何一直拿不下来？谢依有些为难，只有7级异能才能拿下来，我只有6级也没办法。星河定了定心神，我知道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谢依知道此时说什么也无用了，我送苏小姐回去吧。随后谢依带着星河往回飞行，然而一阵弓箭阵战的声音密集传来，无数箭矢直接爆射而出，朝着星河杀了过来。苏小姐小心！谢依释放异能挡住了第一波攻击，星河果断运转5级异能，从谢依的背后一跃而起，身影旋转的同时，手中剑花宛如一道银色屏障，无数箭矢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箭雨一波接着一波，毫无减弱。谢依疯狂的释放异能，可恨不知道什么人在此埋伏。星河感受到了对方异能的强大，到底是谁想要杀我？不知针对的是我，还是我背后的兽夫们？苏小姐，我拖住他们，你快逃！此刻谢依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，他知道公子有多爱星河，一定会为了星河回来的。若是他出了什么事，公子一定不会独活。伴随着谢依异能全力释放，无数石柱破土而出，随后他便迎着这股力量冲了上去。星河看到了他身上的血迹，绝不能让谢依牺牲，哪怕拼着反噬的危险，也都要好好的活着。此刻星河手中凝聚着一个灵气漩涡，周围的灵气疯狂地朝着星河涌去，灵气的快速膨胀让他到达了6级。宿主，你快停下，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炸裂开的，受到的反噬太厉害了。宿主，你就不能心疼下自己吗？此刻系统都快哭了出来，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星河却神色愈发坚定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谢依拖不住他们，别怕，我心里有数。为了我的兽夫们，我也不会让自己出事。这种情况只有战斗才是唯一生机。谢依用尽了全部力量，鲜血不断的从他身上流了下来。当星河身上的裂纹变成了红色，他的异能也直接升到了7级。随后他便直接踏空而出，将地面无数箭矢拔了出来，紧接着便射向了那些躲在暗处的兽人。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响起，放箭的兽人一一坠落。随后一个瞬移来到了谢依面前，他们交给我。这一刻的星河极为冷酷，谢依有些恍惚，苏小姐竟然如此厉害吗？藏在暗中的杀手也爆射而出，瞬间就将星河围了起来，给我杀了他！领头人大喊一声，杀手们瞬间便涌了上来。星河眼神带着蔑视的神色，随即软剑横扫而出，划出一道道致命的荧光，一个个杀手应声倒地。谁说他只有4级的？这么多6级高手都殒命了，这是个女杀神啊，太恐怖了！此时北罗部落宅院内，温南希一直感觉心神不宁，突然间伴侣印记一下灼热起来，他直接从房间爆射而出，朝着一个方向瞬间消失。与此同时，宅院上空落下来了声音：七主有危险，速来！沈慈安咬了咬牙，直接化为了本体。你们快上来，我带你们飞过去。花岭叶和萧季寒对视一眼，直接化为变小的本体跃了上去。此刻他们的心都紧紧提着，那种慌乱的感觉在心口涌动。谁若伤了七主，即便拼上性命也要不死不休。女人深陷杀手的
让身体容纳更多的灵气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随后他又开了一些药，嘱咐了一些事情，才放心离开。温南希轻轻地握着他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：“别怕，伤害你的人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放过他们。”花岭夜有些懊恼，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势力，要是留个活口就好了。沈慈安眸色一沉，他们是死士，留着活口也没用，就算是搜魂术都没办法。一听这话，几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他。沈慈安拿出一把剑来，这是他们用来杀七主的剑。若我猜的没错，他们来自绝杀门。绝杀门是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，这么多6级杀手倾巢出动，那就说明这是1级任务。一旦下了绝杀令，那就意味着杀手会不断出现，不死不休。他忽然轻笑一声，不过既然敢杀七主，我便为七主灭了他们。温南希站了起来，我们一起去。花岭夜和萧继寒也看向了他，眼神也格外坚定。你们不能离开，七主还需要你们的保护，我自有办法应对。今晚我便动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第1次任务失败，他们便会派出第2次人手，我不能让七主再次陷入危险。为了让他们安心在家，沈慈安继续解释：你们现在3级异能，去了只会送命的，听我的，留下来保护好七主。他随后又看向了温南希，这一刻他的眼神，温南希似乎懂了。你放心，就算踏着我的尸体，我也不会让七主伤到一丝一毫。沈慈安有些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, it was built to last, yeah.到家主的召唤，独自一人回了房间，不知道家主以后会不会后悔。公子若是知道这些，一定会很痛苦吧。温南希几人一直守在床边，3天后星河才缓缓醒来。七主，你醒了。这一刻千言万语，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星河看着他们憔悴的模样，心都提了起来。你们怎么都这样了？温南希的眼里满是担忧。七主已经睡了3天了。星河有些恍惚，才想起昏睡前发生的事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你们是不是一直没有休息？很辛苦吧？说话的同时，星河也站了起来，不动声色地为他们检查身体状况。他们如今这样憔悴忧伤，也让他很心疼。只要七主好好的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去做。花岭夜小心翼翼地拉着他。七主，身体疼吗？萧继寒也有些愧疚和自责。七主，对不起，我们去的晚了。星河摇头轻笑，我没事，不疼的。星河知道他们爱他，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他的身边。这里是寿氏大陆，或许思想也该转变一下了。该节气的时候就顺其自然。随后他看向几人，眼里满是温柔。以前我有一些想法，或许不对，让你们很辛苦地表达心意。以后我们好好的生活。温南希轻柔地摸着他的头发，没有辛苦，七主很好。对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七主。凛夜最爱七主。七主不要说这些话，跟七主在一起，我们很开心。星河发现沈慈安没在屋里，想到那天晚上他使用了秘法，很是担心。沈慈安呢？他去哪里了？沈慈安说去办一件事情，他说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温南希神色凝重，花岭夜和萧继寒也脸色难看，他们也想保护七主，可此时的异能实在太弱。星河直接向系统求助，系统，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我不希望什么事都被蒙在鼓里。系统也无奈的叹气，将事情如实的复述了一遍，随后又补充起来，沈慈安应该是8级异能，但他好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他对宿主你是真心的。这个沈慈安平时看着不正经，但认真起来还挺让人敬佩的。果然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啊。系统此时不断的感慨着，星河眼眶红了起来，他真想亲自杀过去解决他们，但身体反噬还无法使用异能。我的安危牵扯着大家，必须谨慎小心行事。就是不知道背后是什么势力在搞鬼。宿主，这个杀手组织并不简单，想来不是兽皇城能够动用的，否则流放路上就动手了。或许不是针对你的，可能是针对谢公子而来。星河有些神色复杂，你是说他们想通过杀我，从而达到杀谢归雪的目的？说起谢家，系统就忍不住想要吐槽，这也是我的猜测。冰雪灵兽来自神秘的地方，谢归雪9级实力应该是血脉天赋，所以他逼着你血放复数，就是怕你的安危牵连到谢归雪。星河眉头紧锁，将难过压了下去。我知道，只是我也不想让他出事。系统很是心疼星河。宿主，你别怪我多嘴，上一世你救了受伤的他，后来他又救了你，这一世也是相互救了彼此，你用不着觉得亏欠他什么。星河知道，若是他醒着，事情一定不会如此，但凡事没有如果。系统，以后不必再说这些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要做的是珍惜身边的人。我就知道宿主内心坚韧，不过话说来，野花哪有家花香？家花知根知底多好啊。星河知道有些事光靠爱情是解决不了的，
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沈慈安，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尽快变强。先收拾一下吧，我去做饭，准备一会吃饭。但几人哪会让他动手做饭？不多时，他们就抢着做好了饭。这次星河给他们每人都加了菜，你们多吃点，吃饱饱的好好休息。三人满眼的受宠若惊，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待遇了。妻主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吧？女人温柔的关心，竟让三个受夫受宠若惊。妻主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？难道是他心里太过难受了吗？星河看到他们的反应，心中也泛起了暖意。我突然间想通了很多事情，你们别担心，快吃饭吧。花岭叶握着筷子的手都颤了颤，他感觉到了妻主如今的温柔，这一刻他的内心充满了安全感。萧继寒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内心说着俺也一样。温南希的感受更为细腻，他知道妻主从心里完全接纳了他们，而不是以前一直冷静理智的样子。谢归雪那边一定发生了什么，还是不要多问，让妻主担心。吃完饭后，星河就劝说他们快去休息，他昏睡了3天，他们就是3天没有休息。妻主，我不累，我还能再帮妻主做些事。对，妻主还需要做什么，尽管吩咐就是。星河脸上挂了怒意，听话，你们快去休息。难道你们都不听我这个妻主的话了吗？听到星河用了妻主这个词，几人都是愣在原地，心中有种莫名的暖意。他们去休息以后，星河就从空间中拿出了奖励，跟谢归雪结气后，不仅异能提升1级，空间还奖励了很多灵药。星河准备配置一些丹药，可以给他们补补身体，毕竟战斗的时候他们都燃烧了精血。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竟然是千年玄霜花。没想到空间奖励还挺人性化，统统就是为宿主服务的，会根据宿主的需要进行奖励。而且梅清晨来北京就是为了他，正想跟梅家联系一下呢，问下如何解除妻主与受夫的生死之约。梅家既然能通灵，想必会有一些特殊办法。随后星河便开始写信，并将千年玄霜花用盒子装好，一并通过机关鸟送了出去。灵药的效果很好，正好配置一些毒药防身。与此同时，吴家主已经安排人手寻找吴翠香，奈何一点消息都没发现。翠妃，这都1个多月了，你妹妹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是不是出事了？吴翠妃内心实际很是开心，娘，咱们要赶在雪季前存储食物，没有人手再做别的事情了。而且我的确找过了，真的没有任何翠香的消息。吴家主脸色惨白，他感觉二女儿大概率是死了，否则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心中痛苦之极，一口血吐了出来。吴翠妃赶忙上前查看，我知道你担心妹妹，但她的性子你也知道，她总喜欢惹是生非。吴家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你说会不会是苏星河害死了她？若是如此，我们一定要给她报仇。听到这话，吴翠妃内心暗喜，早这样不就得了？一个流放的苏家有什么好怕的？而且她的受夫实力才3、4级，我的受夫师风已经5级巅峰实力了，杀他们简直易如反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苏星河的。看着他阴狠冰冷的眼神，吴家主心里又慌了起来。先别动手，你先去试探一番，还是不要轻易结仇的好。我怕苏志宏给他女儿留了后路。传言苏家还有一支精锐暗卫。吴翠妃很是烦躁，娘，你做事总是犹犹豫豫的。我知道了。然而他可不管那么多，什么苏家势力，他根本没放在眼里。刚从山洞里出来，正好看到师风走了过来。虽然他是首领的儿子，但他还是很嫌弃师风的出身，跟寿皇城吴家完全不能比。妻主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你把东西放下，跟我去一趟北罗部落。师风有些不解，我们2个部落之前有些过节，能不接触还是不要接触的好，万一事情失控了，甚至还会引起云霄城的注意。吴翠妃眼底闪过一丝精明，有过节好啊，这件事就有操作的余地，最好还能借刀杀人。随即他柔弱无骨的靠了过来，一副柔媚的语气，你是首领的儿子，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，我们就去问一件事情，又不是去找事儿。然而吴翠妃实则另有打算，最好能挑起争端，若是利用2个部落的过节灭掉对方，顺便杀了苏星河是最好的。星河此时已经配好了药，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，那肯定比普通药材管用。灵药对高级兽人也很有效果的。星河眸光闪烁，如果能找人试试效果就好了，要不抓几只野兽试试。系统赶忙阻止起来，宿主不可，山林野兽众多，宿主又不能使用异能，眼下还是安全最为重要。星河也很无奈，只好先放到了空间里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去给他们做点面条，正好再卤一些牛肉放里。星河做饭的速度很快，揉面擀皮切面条，一切准备妥当就等下锅了。可是门口却传来嗲嗲的声音，这里是苏小姐家吗？我是吴翠妃啊。看着周围还有不少人，他又故意提高音调，我妹妹之前跟你有些过节，她已经消失1个月了，不得不来问问苏小姐了。星河此时眼睛都亮了，这不就有人来试药了吗？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啊。星河刚走到门口，就看到已经围了很多兽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北市部落的人吗？怎么敢来我们部落的？大家冷静，说不定就是故意引我们出手，他们好有理由来抢夺食物。听他话的意思，好像是苏小姐害了他的妹妹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星河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，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吴翠妃，这一副对人无害的样子，还真像沈慈安说的表里不一啊。他不知道沈慈安有读心术，早就看透了他。星河双手抱着嗤笑一声，我怎么不知道跟他有什么过节？难道是因为沈慈安嫁给了我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特意跑来挑拨是非的？大家不是想听八卦吗？那就好好听一听怎么回事。吴翠妃看到他脸色大变，印象中丑陋愚蠢的苏星河怎么会变得这么美了？竟然还变得伶牙俐齿起来，以前可是只会大喊大叫的。苏星河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既然不认识我，怎么敢来找茬的呢？吴翠妃极度的怒火直接涌了上来，我妹妹就是被你害死的，你还敢不承认？星河神色冰冷，真当她是软柿子吗？那我苏家人都是被你害死的，你敢不承认吗？吴翠妃有些情绪失控，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！还不等她再说，星河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，敢来找事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吴翠妃的牙都被打掉一颗，差点直接摔倒。你敢打我，你找死！就在她刚要动手的瞬间，直接被一股威压压跪在地，她疼得尖叫起来。师风脸色一变，5级异能直接释放出来，不料却感受到了血脉威压。不知何时，温南希几人已经站在了身后。吴翠妃一脸不可置信，你
5级实力，怎么可能？你站着做什么？没看到他们动手了吗？师风神色并不好看，是强大的血脉威压，而且这里是北罗部落。吴翠飞心中带着恶意，他要让师风死在这里，才会挑起2个部落的争端。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，他们是在羞辱我们，羞辱整个北市部落。这时候围观的众人也站了出来，谁敢在我们北罗部落动手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师风此时头脑发胀，一股嗜血的冲动涌上心头，直接化为本体就要动手。星河跟温南希交代了一下，瞬间一股风力将星河的毒药送了出去，精准的落在了吴翠飞和师风身上。此刻师风感受到了异能紊乱，直接身体发软的跪了下去。他们这是跪下求饶是不是？既然他们跪下了，那还是放过他们吧。2个部落还是不要起争执的好。星河很是在意大家的想法，于是他让温南希收了威压。吴翠飞嫌弃的看着师风，废物，任由我被外人欺负，我要你这个受缚有什么用？你为什么不用血祭的方式？星河嘴角抽了又抽，吴翠飞，你挑唆他故意动手，不就是想让他死在这里，趁机达成你的目的吗？你只是把他当做利用的工具吧？还是说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温南希带着杀意的声音响起，有些秘法在我这里没有用，该死一样要死。听到这话，吴翠飞心中一抖，他本想用秘法逃跑，此时却慌得不行。我们走。苏星河，今日的耻辱我记下了。看热闹的众人也随之散去。星河看到他们维护自己，心里也泛起一丝暖意。七主，我去劫杀了他们，伪装成他们被野兽袭击的样子。星河赶忙关上院门，不用，我给他们下了药，他们回去后不用我们动手也活不成了，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。他们来这里的时候，北市部落肯定知道，所以不能在这里和路上出事，否则都会算到北罗部落的头上。温南希眼中掠过寒芒，吴家要找个机会彻底解决掉，不能留着这个危险。随后他又温柔地看向星河，七主刚刚的药很管用，竟让5级异能者气息紊乱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星河眉眼弯弯地看向他们，我还制作了不少，你们每个人都有，关键时刻用来防身。花岭叶连连摇头，这样好用的东西，七主留给自己就行，我们可以自保。萧继寒也赶忙拒绝，七主的安危最重要，好用的东西还是留给你。我没事的，七主，你拿着便是我们拿着，都一样。温南希神色坚定，绝对不会再让七主落单，以后我都会守在他的身边。星河可不管他们说什么，直接每人都塞了几包，你们都必须拿着，否则没有面条吃了。一听吃面条，花岭叶的眼睛就亮了起来。七主做的面条格外好吃，我都好长时间没吃到了。很快面条就煮了出来，星河又配上了青菜和红烧牛肉，大家一起吃吧，趁热吃。他很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就这样简简单单，还是七主做的面条好吃啊，汤也好好喝。岭叶都香迷糊了，萧继寒也不住点头，牛肉的味道真美味，口感真好。星河看着他们，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。既然争斗杀戮无法避免，那就变得足够强大吧。这一顿饭他们吃得很是满足，仿佛力气一下就都恢复了。对了，七主，天气渐渐变冷了，我们也要准备雪祭的食物了。星河微微点头表示同意，这段时间抓紧狩猎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过明天还是先去云霄城看看，店铺已经好几天没有开门了。